好，我们再看第3章，主要是在讲胎儿阶段的发展。经过第2章的狂风暴雨式的洗礼，你都把第2章学下来了，后面它都不是回事儿了，对不对？尤其是第3章，简直就是小菜。我们第3章呢，在整个的考研里边，它都不是重要的点，特别简单的一章，本身的知识结构就少，那么考点就更少。很多的东西都是属于我们初中、高中的生物学的常识性的东西。所以说这一块啊，你学起来简单，考起来也很简单，你快速的过就行了。这一块就不用浪费你太多的认知资源了。但是同学们啊，这在考研在学习里边不是重要的一个章节，但是在你的未来的人生的发展中，它必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你这一块不学的东西，到那儿全都得会补上，而且补的比书上的要多得多。同学们啊，只要是你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我说我不生孩子，我做一个丁克，或者我用另外的手段获得孩子，什么手段就不说了啊。那这个时候啊，只要不是这2种情况，你都会在人生的大课堂上把这块的知识补得充分的、全的啊。OK， 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这一页 PPT 呢，全都是我们高中的啊，甚至高中谈不上，初中的生物知识的一些复习，特别简单啊。好，它就是一个俄罗斯套娃，套了4层。套了哪4层啊？从细胞到细胞核到染色体到 DNA， 再到最里头的基因，就像一个啊，这不是4层了，这是5层的5层。它就像一个什么东西啊？它就像一个洋葱一样，一层一层一层的往里剥到最核心的东西啊。我们说一个人体，你的身体看起来啊很大很魁梧，但是它最基本的单位是什么？你要记住啊，像这种最的东西都有可能是小的考点。细胞是身体的最小的结构单位。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呢，有将近2000多亿个细胞组成啊，是一个细胞的大的王国。那如果你研究这个细胞的话呢，你往里看，它比较重要的就是什么？细胞核。细胞核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是因为它有染色体啊。染色体我们在高中的显微镜下都看过吧，对吧？给它一染色就变红了。它类似于一个这个东西啊，这种形状的东西。染色体为什么重要呢？是因为它是遗传物质的载体，对不对？遗传物质的载体呢，组成了一个结构叫做双螺旋结构，脱氧核糖核酸就是 DNA， 对吧？我们高中老学 DNA， 它就是染色体的重要组成成分。染色体就是由一些蛋白质和 DNA 组成。那 DNA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终于播到最核心的一层了，就是基因。DNA 是由一个一个的基因组成的。那么基因为什么重要呢？它是具有特定遗传功能的最小单位。这个曾经考过一个这个312的这个单选题，很简单，对不对？你不能这个平常记就是 DNA 最重要，它决定了我们的遗传，并不是最的小的单位决定你遗传的是基因啊。你的基因决定了你高矮胖瘦、黑白美丑，对吧？天生的，没有办法。好，就是基因来说了算的。好，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看，我们的生命是如何孕育和进一步的发展的啊？我们说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一个精子一个卵子一结合，生命的奇迹就开始了。那么精子卵子怎么来的呢？是通过减数分裂。我们说一个正常的细胞里边有23对染色体，对不对？其中有22对常染色体和1对性染色体。性染色体决定了你是男的女的。那我们在减数分裂的时候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殖细胞是通过减数分裂来的，它是复制1次，但是分裂2次，连续分裂2次，就造成了生殖细胞里边呢有23条染色体，就减半了，对吧？减半了。那么受精是什么？一个23条精子染色体和一个带着23条染色体的卵子一相遇，就又变成了一个完整的23对，是不是？如果说你来自于精子是一个 X， 那你是个女孩，对吧？来自于精子的是一个 Y 染色体，那么你就是一个男孩，是精子决定了你的性别。OK 这样的话就是产生了生殖细胞，生殖细胞结合产生了受精卵，那么再接着往下发展。我说你刚形成生命的时候就1个细胞受精卵，那在你出生的时候就是2000亿个细胞，我的天疯狂增殖，病毒式增殖，怎么增殖的呢？是通过有丝分裂。
哎，有丝分裂和减缩分裂就不太一样了。有丝分裂是复制一次，分裂一次。哎，所以说我再分裂的是2个正常的23对染色体的细胞，那么1分2，2分4是呈几何体，歘歘歘往上增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到最后形成一个2000亿个细胞帝国的一个有机体就出生了。好，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你在这个母体中孕育10月怀胎啊，也没闲着，要经过3个阶段。首先是培种，然后胚胎，再到胎儿。这3个阶段是这一章里边为数不多的需要你去稍微去注意的小重点，因为起码它分期了，这种分期的在我们发心里边也要就是小的一些重点，我们要去留意一下。那个培种阶段就是前3周。这个时候真的是神不知鬼不觉，所以很多女性发现自己已经这个怀孕的时候，都是1个月、2个月之后了，因为前面丝毫没有任何的动静。哎，它这是什么？就是受精卵形成了。受精卵在哪里形成？在输卵管一个卵细胞和一个这个精子它俩这个组合成这个受精卵，它需要从输卵管游到子宫壁上进行着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如果它懒，它就地就埋下了，它就不走了，那输卵管就叫宫外孕，它再往上长就容易把这个输卵管给挤爆掉这就是很危险的这个宫外孕会对女性这个会产生很大的这个生命的威胁的所以它必须要转移到哪里？转移到子宫壁，你可以写上，对吧？这也是一个生理常识。好，再接着往下，那它种到这里的话，就像一个种子一样，哎，种下来了，接着往下孕育胚胎，那就是前面有一堆的细胞的这个细胞的这个很多的小细胞产生。那么到了3到8周，这个比较重要，因为这个时候是它的关键期、敏感期。为什么呢？这个就叫做组织分化时期。哎，我们经常听说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胚胎干细胞。为什么它那么神奇？是因为它潜力无限。一个细胞它可以分化成神经组织，可以分化成这个心脏，也可以分化成各种五官，它有无限的潜能。这就是胚胎干细胞。在这个时候，它就是进行组织分化的。你说重不重要？绝对重要呀，对吧？这是一个源代码呀，如果受损的话，是不可逆的。你源头上坏掉了，那么接下来的损伤绝对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个时期关键期、敏感期，如果外界有害物质侵入的话，受伤是不可逆的。这也是有一些地方的风俗，就是3个月前不要公布，跟别人公布你这个怀孕了，家里要添丁了，对吧？怕空欢喜一场。这就是也有科学道理的，前面还不稳定，比较危险后面稳定了再说。好，那这个时候组织分化，它又分化成3种，外中内。这一块根本不用专门的去记，你那么一看也符合我们的常识。外边是什么？皮肤，哎，你的感官，对吧？以及神经系统，这都是比较表浅的。中胚层里边的肌肉、血液、循环系统，对吧？再往里是什么？消化系统，还有各种内部的器官，还有腺体，是不是这就是一步一步往里走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各种的胚胎干细胞发育成不同的组织。这个里边稍微强调一下，就是越重要的东西越早发育。你比如说神经系统和心脏，它都是很早的，3周4周它就已经有了。所以说一开始的这种小胚胎，你别看它特别小一点点就是一个指甲盖大，它中间也有什么跳动的心脏，这就是生命的神奇。再往下看，胎儿期8到40周是比较长的，后面我就稳定的开始发展了，器官和功能的分化。这个时候有骨细胞开始发育，有的书上认为骨细胞的产生标志着从胚胎到胎儿，对吧？你简单的了解一下啥叫骨细胞，前面都是柔软的这个细胞嘛，后面有这个硬的骨头了。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这个 CT 拍的片子去看一看这个小朋友从28天一直到大概他出生的时候的这种状态。这个拍的这种比较立体的片子更能佐证谁的理论？霍尔的复眼术。他不是说嘛，你的这个儿童在母体里头是在做的种系的进化的复眼，对吧？种系进化，一看前面的是一个这个什么一堆小细胞后面呢慢慢的变成一个小鱼儿
啊，再慢慢的变成这个小虫、小鱼儿、这是什么小兔子啊、小猴子，最后再变成小孩儿。这不就是从低等到高等的一个种系的演进吗？很有意思，是不是？一开始他根本就没个人样啊，后面出生才变成了一个人类的机体，是不是啊？这个从这一点上看，你会觉得很神奇啊。霍尔的复演说。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啊，这个很简单了，对吧？影响胎儿发展的因素。当你学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地球太危险了，是不是？它有各个方方面面都可能会危及这个胎儿。你会发现，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出生，顺顺利利的成长，真的是已经很不容易了。包括你形成一个受精卵，已经是1/1000的幸运了。所以我们活着就是一件好事情，对吧？你只要活着，这个世间就有各种各样的美好，值得你去为它奋斗。比如说，我们要考研究生，是不是？好，那我回到的影响因素上，母体的因素、环境的因素，大家自己看一看就可以了，都是符合常识的。哎，反正是有可能有影响的，你都可以把它选到里头来，不会考什么背诵的题目。哎，你比如说这个里边我们稍微注意一下的，你比如说孕妇也不能坐飞机，对吧？因为这个气压跟气压有关系。什么喝酒、咖啡你就省省吧啊！肖老师一个特别离不开咖啡的人哈，咖啡续命的人，为了宝宝啊，活生生2年没喝咖啡啊，真的就是这样。你要为你的这个下一代要负责任。好，那我们这一章还有一个稍微的小重点吧啊，我们稍微要去区分一下，就是它的无条件反射。无条件反射，这个小婴儿，尤其是后期，他在那个子宫里头已经非常活跃了，它有很多的反射性的动作，对吧？这个在你的在这个母体的肚子里头，就跟那个做广播体操一样，特别活跃。所以说，儿童呢，新生儿他刚生下来就有一些无条件的反射性动作。什么叫无条件反射？就是它是不学而能的，不用任何的条件我就会的，对吧？这就叫做无条件反射。好，它总共分为2大类，一个生存的，一个原始的。我们怎么样去区分生存和原始？怎么区分？生存的就是你这一辈子都不会消失的，如果没有了它，你就没办法活着。比如说呼吸，对吧？比如说这个吞咽，没有它你怎么活？这是生存反射。而原始反射，就是它在1岁前都已经陆续消失了。哎，你比如说巴宾斯基反射，你现在再在成人身上观察到，那么它代表是病理性的表征。代表你神经系统出了一个问题，所以它在1岁前都消失了。好，我们呢挨个的看一下哈。生存反射一辈子都有，呼吸反射啊，这个知道。无条件食物反射，这是什么意思？觅食、吸吮、吞咽，就是小朋友吃奶，他真的是不学而会的。小朋友你要再去学习吃奶的话啊，这真的就不用活了啊，就学废了。觅食就是他会在闭着眼睛就找乳头啊，这个自动巡航，精准定位，关着灯闭着眼照样精准定位啊。觅食、吸吮、吞咽啊，就是喝啊，还有咽。那无条件防御反射，呕吐、喷嚏、眨眼，有害物质进入机体，你会做这种反射。无条件定向朝向反射，这个不会觉得陌生吧？我们的注意的生理机制的第一步就是朝向反射。就比如说，哎，那边有一些什么动静了，这个小朋友呢会不自觉的把脑袋拧过去看一看，是不是啊？如果说你没有这种朝向反射，比如说你在原始丛林里突然一个大老虎哇哦蹦出来了，你这个时候目不斜视，你就死掉了，是不是啊？这是朝向反射，对生存是有意义的。那原始反射呢，消失了啊。我们挨个的稍微了解一下。巴宾斯基反射，就小朋友刚出生，你从他的脚底往上啊这么一滑，他的脚趾头就像扇子一样张开了。巴宾斯基反射。达尔文反射很神奇，你让小朋友那个抓住你的拇指啊，他会抓得紧紧的，恨不得你能够直接把它提起来啊。这也跟小朋友我觉得生存也是有关系的，对吧？他一定要抓住一切能抓住的东西，紧紧的抓住你，要不然他怎么获得安全感啊？因为一个小 baby 全都是依靠外物来生存的啊，没有别人的照顾他就死掉了，所以他抓住一切能抓住的东西，达尔文反射后面就会消失掉。好，莫罗反射，
莫罗反射也是一个很神奇的反射。小朋友自己睡着睡着啊，就是6个月前，他经常把自己给吓醒啊，怎么就感觉那个头往上后一仰，那个这个手一抖，就这样啊，就感觉就跟失重了一样。对吧？他睡着睡着就被自己吓醒了，为什么呢？我这样琢磨的，就是他在母体里边是被包裹的状态的，他没有那么大的空间。一出生之后，空间太大了，大到他不能适应啊，就是一下子就把自己吓醒了。所以说呢，那个要想宝宝有个好的睡眠呢，就我们就会有一个什么专门的设计的包被，能够把他的手呢就这样给包起来，包在自己的肩膀上，模拟母体的状态啊。就是比如说你们。如果家里边有哥哥姐姐生孩子，哎，你就可以送给他们一个这样的小睡袋啊，就是把手能够保护在这个胸前的，包在胸前的啊，这就显示你学习咱们发心的一些这个知识点是很重要的。好，这是莫罗反射。游泳反射是什么？游泳反射更神奇了，刚出生的孩子能够在水里畅游，你敢信不敢信？它确实是事实，它就像一个小鱼儿一样啊，在水里游泳就是不学而会。那我有同学说，那我现在怎么成个旱鸭子了？我学习游泳可老难了，喝了好多水还没学会，是因为它消失了，对吧？这就是有可能，就是生命就是起源于海洋的一个最直接的证据。我们生下来就会游泳。好，行走反射就是把小朋友立起来。对吧？刚出生的小朋友，你垂直的、悬空的立起来，他的脚呀会自己往前踏步，后面也消失了，所以你学习走路那么费劲。强直径反射这个也超级有意思啊，也不知道为啥，就是你把小朋友的脑袋往这方面拧，然后呢，他会做一个击剑的动作，就是这个手同侧的手伸出去，右侧的手这个收起来，然后包括脚也收起来，就像这样一个击剑的动作，叫强直径，也叫做击剑反射，对不对？特别好玩，1岁前都消失了啊。那我们去猜测为什么有这种延时反射，就是代表人和动物是有联系的。哎，你比如说小鸡、小羊生下来就会走，小鱼生下来就会游，根本就不用学习。对吧？如果你还用学习的话，它们早就被吃掉了。那么人类就跟原始动物是一样的，只不过人类为了行走，对吧？为了负重前行，他要把一些原始的东西都给抛弃掉，才能往前成长，对吧？这就是成长是不断的舍弃，以什么获得的一个结合。好，我们第3章就讲完了。内容少，是不是啊？然后大家如果说想梳理一下的话你要知道这里边基因是物质，是遗传物质的最小的功能单位。那么生命的这个发育3个阶段培种、胚胎、胎儿。那这个新生儿的反射又分为2个大的一个是无条件的这个生存反射，另外一个无条件的原始反射。OK， 这是第3章的内容我们就讲到这里。